电锅上面这个开关很容易坏，它分为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开关质量问题，第二个原因就是上面这个插头插的太松了，如果太松后呢，就会虚接发热，烧坏开关。我们在更换新的开关的时候，首先呢，先把这个插头两边用钳子给它捏一下，不要捏的太扁了，太扁的话就不行了。捏完后，这样再把新开关给它插上去后，它不容易虚接发热，这样换好以后更耐用。贴片二极管怎么判断它的正负极呢？其实它和这种直插式的二极管判断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在白杠的这一侧就是负极，另外一侧就是正极。沿着线路一直往下走，灯熄灭的地方就是断点。现在的电工师傅都在使用这款高扭力测电笔，用它检测电源端，零线亮绿灯，火线红绿灯一起亮，这时关掉电源变成绿灯就可以维修了。平时还是个强有力的螺丝刀，劈头带有强磁，家里备一把真的很实用。手机充电线坏了以后不要扔，我们把它剪开以后，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线，然后呢接2节硬电线，用它呢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灯珠到底是哪个坏了，用它来修灯，非常的方便又好用。像这种贴片式的二极管坏了以后没有一样的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直插式的二极管来代替它，它们2个呢只要型号一样，都可以互相通用，互相来代换。电水壶上面这个开关如果频繁损坏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是和我们的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。先看一下这个壶里边，上面是有个水位线，加水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水位线，如果超过了以后呢，水烧沸腾后就会从这个小孔里面，然后呢流到上面的开关上面，这样呢就很容易损坏上面的开关。电磁炉不通电，只要这个保险没有烧坏，那么把这个电阻还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一起给它换了以后，80%都可以修好。男子制作了一个切割器，把不锈钢片穿在铜丝上，然后用火机将铁片烧热，随后拿来切割胶带，胶带被轻松烫断。网友说道：“直接用剪刀不行吗？”电磁炉按键失灵，像这个毛病大部分都是上面的这种触电按键坏了，像这种按键呢，时间长了以后内部就很容易氧化，然后呢就会失灵。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旧的给它拆，然后花个几毛钱把这个新的装上，就可以轻松的修好它。这个焊丝不仅可以用电烙铁焊接，把它缠在线头上，用打火机烧一烧就能焊上。想焊接电池、不锈钢、铁片、镍片，也不用任何助焊剂，就能轻松把它焊接上。注意看，如果锂电池电压过低，充不了电，可以尝试一下激活它。用一个手机充电头和数据线，将正5伏红线接电池正极，负5伏黑线接负极，对电池强制充电2分钟，再测电压有升高3.68伏，说明电池被激活，可以继续使用。今天来到学校里面修一个广告屏，它的问题呢是不通电。你看这上面有个定时器，这定时器上面呢显示屏上没有任何显示，而且呢这个下面有个小盖子，上面写着显示不清或者是无显示的时候更换电池。于是客户就换了一块新电池，但是呢换上新电池还是没有任何用，按上面的按键呢也没有任何反应。像这种问题都是说明是这个定时器坏了。客户说从来没有用过定时的功能，那么呢我们就给客户节约成本，我们就不用给他更换这个定时器了，直接把上面的2条线给它接在一起，这样呢也可以来使用了。美的电磁炉通电正常就是不加热，先找到 IGBT 集电机上面的这个电阻，其实这个电阻坏的是比较多的，就是在集电机上面连接的这个电阻。这个电阻呢它是灰红黑橙棕，这是一个820千欧的电阻，它的误差是1%，我们把它换了以后就可以修好。洗衣机洗衣服正常，但是呢就是不能甩干，教你不用花1分钱就可以把它修好。先打开上面这个小盖，然后找到这个门开关，用砂纸就这样给它打磨几下就可以修好。把喝完的饮料瓶放钢丝球上，这样可真是太方便了，刷锅刷碗都不用手了。注意看，我们经常用的这种3角插头，中间的这个接地角要比另外2个角长，就是因为长出了这一部分。当我们在使用用电设备插拔的时候，首先接通的是接地线。如果用电设备有漏电的情况发生，这样呢就会将电流直接导入大地，防止我们被触电。长出来的这3毫米呢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救命3毫米。漏电保护器旁边都有一个小孔，我们把这个闸先给它拉下来，然后从这个小孔里面穿上一个铁丝，这样呢这个闸就合不上了。然后呢我们再
粘上一个警示牌，这样呢，在维修的时候就会非常安全。电炒锅上面的品字插座，我们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中间的这条线是接外壳的，这是个地线，用螺丝给它拧起来。然后呢，其他2条线，左边这条线是接在温控器上面的，然后这个右边这条线是接在这个发热管上面的。电磁炉通上电以后，控制面板没有任何显示。如果我们检查上面的保险没有损坏，那么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副电源部分。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大的色温电阻，它在副电源当中，它是起到一个限流保护的作用，也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保险丝的作用。如果它坏了以后，我们把它还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以后就可以修好。我们给手机充电的时候，上面这个电量越充越少，或者是充完以后就彻底一点电没有，开不了机了。像这个问题呢，大部分都是上面这个充电线坏了，我们只需要换个充电线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怎么用温表测量电水壶是否漏电？我们把温表先调到20兆欧的单位，然后呢来测量，主要呢就是测量上面的发热管，一只表笔接在发热管的一个接线端子上，另外一个表笔接在金属外壳上。如果温表显示无穷大，就说明它不漏电，然后再测另外一个角也显示无穷大，这样呢就说明这个电水壶它不漏电。太聪明了，将一个扎带捆在一卷胶布上，接着把上面多余的部分剪掉，露出一个尖尖的角。这时在使用胶布时，就可以用它来割断胶布，使用起来太方便了。按键是0，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按键坏了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把镊子，把它放在按键的2个角上面，这样给它触碰一下，如果有反应，就说明是这个按键坏了。我们在识别色环电阻的时候，从哪边开始读数呢？首先看像4环、5环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色环电阻，它们这个环与环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这边这2个距离远，远的这边呢，就说明它是尾端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侧就是首端。我们在读数的时候就是从左往右读。当焊锡已经完全融化时，导线却始终无法顺利焊接，完全焊接不上，这该怎么办呢？用松香。松香虽然常被使用，但它太硬，有时候使用起来非常不便。还是来试试这款助焊膏吧，只需在焊接前沾上一点，就能轻松的将导线与锡焊接在一起。而且这款助焊膏不仅适用于导线，同样适用于电池和不锈钢金属，只需在焊接面上涂抹一点，便能轻松完成焊接，使得焊接效果更为牢固，你怎么刮也不会脱落。有需要的可以点击左下角链接。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小，像这个毛病呢，都是说明上面听筒这边这个防尘网堵住了。我们只需要找一个硬牙刷，然后呢蘸点酒精给它刷一刷，清理干净以后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冰箱不制冷，首先把调温度的这个旋钮给它调到最大，如果调完以后可以正常使用了，那么就说明是这个温控器坏了。如果调完以后还是不能用，就说明是压缩机或者是启动器有问题。从来不愿告诉我，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。怎么用温表测量空调启动电容的好坏？测量之前先给电容放电，然后呢把温表调到电容单位，测量上面这2个角，它的容量是16.3微法，这是一个45微法的电容，说明这个电容就是个坏的。光容在很多电路板上都使用，它有个至关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它坏了后呢，电压会输出偏低或者偏高。那么怎么用温表测量它的好坏呢？先把温表调到2极转档，然后呢，上面有个标记的这个角呢就是1角，上面是2角。用温表的红色表笔接在1角，黑色表笔接在2角，它正常会有个1.1伏的压降。如果这边有压降，那么把它反过来再来测量，这样的温表会没有任何显示，这样呢就说明这一端是好的。然后再来测3、4角。不管是这样测还是反过来测，温表都会没有任何反应。像这样的光偶就说明它是个好的。看清楚了吗？这个就是我们所钻研的工作，在这个行业，我敢自信地拍着胸脯说，我们是专业的。
夏天浇菜浇花、洗个车什么的，水龙头一旦对接软管无法固定，用这个铁丝给它交叉式的穿过，然后两端较紧，这样固定好的铁丝牢固、受力面大、结实还耐用。小太阳取暖器单位开关上面的3条线怎么接线呢？你看这个角呢，标注个字母 A， 就说明它是个公共角，然后呢，它也是一个282的输入点，这儿是输入，然后呢，这2个角就是输出，输出连接到发热管的。你看这儿有个字母1，这就是1档，然后这儿有个字母2，这就是2档，这个呢就是它的接线方法。家里的电脑风扇转的都正常，但是呢就是屏幕是黑屏，像这个问题呢都是说明它没有开机。我们呢首先找到主板上面的这个内存条，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呢用一张 A4 纸在这个金属纸上面给它使劲擦一擦，擦完以后再安装起来，就这么简单，一台电脑就修好了。注意看，电路板上的贴片话筒拆卸的时候不需要热风枪，把电烙铁放置在电路板的底下，通过隔山打牛的技巧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拆卸下来，然后更换一个新的上去。不用电就可以点亮的灯泡你们见过吗？你看只需要用手摸住下边就能点亮，非常神奇是不是？你看这外观呢也没有看出来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咱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里边啊。你看这边是一个 LED 灯板，也没看出来问题。它的关键问题啊，你看出来没？拆开以后啊，这里边是有块电池的，它有问题呢就在这边。接下来再来测试，你看这样一触摸后边它就可以点亮，非常神奇是吧？船型开关质量好不好，差不差，从外观就能立马知道，分为以下4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看一下上面这个插片，铜的质量是最好的。第二呢，就是再看上面这个插片越厚，它的质量越好。再看这个上面很多这样打孔的设计，其实这样的接触面比较小，这样呢是质量比较差的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听一下开关声音，你听这个声音比较小，再听这个非常清脆，声音也比较大，像这样的开关就说明是个好的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拆开以后看一下里边的接触点，这个接触点它越大质量越好。